你的第一课就是打败我。救命！还真沉得住气，对自己的身世，居然毫无探索欲。进，兄台好口福，在下专门为你沏了一壶上等好茶，何不坐下来共同品鉴一番？看来你早就料到我会来了。既然你不是行刺下毒之人，却又鬼鬼祟祟出现在刺客身边，究竟是何居心？兄台不必紧张，我对其他人不感兴趣，除了你和你身上的火焰纹。身形变化，嗜血认主，伤口还能自愈，我说的可对？银偶之力，果然不容小觑。你自称来自武陵山，又对我身上的异象了如指掌，所以我身上的情况，必定和你脱不了干系。对不对啊？哎，别那么粗鲁。你既然听过武陵山，难道没有听说过我山中至宝玉玲珑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身上所有的异象，都和体内的玉玲珑有关？不错，这东西异药异毒，一旦种入人体，其人就会成为银偶，武力无极，伤而自愈。只是玉玲珑的力量需要血的供养，供血者，血主与银偶之间结下血气，会令银偶完全听命于血主，本能渴望与之亲近。武陵山人深知玉玲珑的恐怖力量，立下山规，世代小心保管。岂料多年前，玉玲珑意外失窃，我们多番寻找而不得。直到最近，听闻洛城出了个悬疑客，我们才查到你们这里来。如果我所料不差，那位黎姑娘，便是你的血主吧？我跟黎霜结下血气，完全是意外。这个我自然明白。想必是那行窃之人，本欲将你炼成银偶，为己所用，岂料中途出了岔子，你失控逃脱，才误认黎霜为主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这个人如果想要重新掌握玉玲珑的话，他会对双儿下手。你技艺尽失，难道不应该先好奇自己的身世吗？曾经我也好奇，但现在有他的地方，就是最好的归宿。我若能以此守护他一辈子，已经很好了。只怕是你一厢情愿，你身上的异象至今都在变化，谈何一辈子？玉玲珑跟你越是融合，越会逐渐吞噬你的意志，终有一日，你将彻底失控，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人工具。到了那时候，你不仅会忘了黎霜，甚至极有可能伤害她，亦或是杀了她。就算我自觉，也不会伤她一丝一毫。侍卫临头，你当然盲目自信。
先不说玉玲珑在你体内，你死不死得了？我且问一句，是否你每次动用玉玲珑之力，离霜都会虚弱不适？他的血气正是玉玲珑的力量之源，你跟玉玲珑融合的越完整，对他的消耗也就越大。即使不死于你，他也必然会因为血气耗尽而亡。到底怎么样了？这种头晕目眩的症状多久了？大概是从洛城之战开始吧。你这是忧思积郁，加上气血两亏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会出大问题的，必须要好好调养一番。跟我回去，取出玉玲珑，你跟他才会有一线生机。就凭你这些神神鬼鬼的一面之词，就想哄骗我？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？我见你秉性不坏，不想强迫，这才据实相告。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小人之心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以后不再变换，不再动用玉玲珑之力。看样子，你也反应过来了。你我之前交手，即使尚未变化，你的实力也早已远超于常人。这正是玉玲珑在你体内逐渐完整的证据。要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完全变成银偶，不需要再积血变化，便能随时调用玉玲珑之力。到了那时候，你的行走坐卧将无不令血主造成反噬。事实就摆在你面前，你还不肯接受，还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愿意相信，你和离霜如今的亲密无间，都只是因为玉玲珑的作用而已。激将法对我没用。再说了，玉玲珑出自你们武陵山，你设身其中，也不清白。除非你能找到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不然我没有理由信你。另外，相信你也明白，以我现在之力，无论是保护双儿还是杀了你，我都有十足的信心。所以请阁下不要动歪脑筋，不要去离霜面前鼓弄唇舌。若你真的想以卵击石，我奉陪到底。冥顽不灵。听闻先前我军与姚国作战，有一位玄医客神勇盖世，力挫姚军。莫隐先生既有这解百毒的本领，莫非就是玄医客本尊？殿下，这就是在骂人了。这人以黑甲遮面，想必其面目丑陋，不敢示人。我这一表人才，他岂能与我相提并论呢？先生有趣，甚合本王心意。不过说到这陆城一役，先前李章义奉命监军却玩忽职守，确实险些酿成大祸。但将军的奏报上，还是给他扣个顶通敌的帽子，不知是否言过其实？殿下，末将不过如实上报，这李章义打着殿下的旗号，嚣张跋扈，若让人误会殿下包庇，
误了殿下的清誉就不好了。想不到将军如此殷切，事事为本王考虑，倒是本王辜负你了。本王是不是该敬你一杯啊？征战生活残酷艰辛，不想将军却依然肤白胜雪，更胜我那些娇生惯养的姬妾。殿下，殿下华服污损，未免有失尊严，还是及早换下为好。我等不相干之人不便在此，便先行告退。我早说过，你如此冲动，必将伤，还不快平复下来，克制玉玲珑。静安，你冷静一点。银偶发狂之时，果然毫无理智意识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毫无知觉？方才宴席上，若非是我顾及武陵山的秘密外泄，出手阻拦，那一屋子的人，怕是都将命丧当场。现在容不得你再拖延狡辩，今天你必须跟我走。不行，不行，双儿还在险境之中，我不能弃他而去。你还不明白吗？现在对他而言，你才是最大的危险。静安，刚才怎么回事啊？可是因为那火焰纹？你流血了，是因为我。对不起，刚才一时怒气没有克制住，又连累你了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厉王虽然嚣张跋扈，但会考虑到长风君，不会太过放肆。我明白你现在心中有不忿，但是现在还不是跟厉王翻脸的时候。
一道苦肉计便重拾旧情，拢得人心。皇帝好手段。帝虽不才，却也不是自寻死路之人。我所中剧毒，世所罕见。以皇兄之权势，天下无所不能知，恐怕更能体制内情。是吗？本王所有皆为父皇恩赏，皇帝若有怀疑，自可去御前分辨，一切但凭父皇裁决。狗奴才，伤了厉王殿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小人身体不适，这才惊了殿下，请殿下饶命，请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求殿下饶命！厉王殿下，这世间之事，最忌登高跌重，想要安稳，还得是自家人。那照这么说，最适合的人选就只有皇帝了。那就有劳皇帝为本王垫上一垫。厉王殿下，太子身份尊贵，怕是不妥。说的也是，那不然由将军代劳。别欺人太。臣弟愿为皇兄略尽绵力。殿下。起驾！殿下，殿下。一个亲王，竟敢当众折辱太子。若他一味退让，不敢反抗的话，只怕以后会更加难看。哎，兄弟，你麻烦让一下，挡路了。城里接连发生几起命案，其杀人手法残忍至极，有幸存者亲眼目睹，是悬疑客所为。这空行水是这世上唯一可以克制玉玲珑之物。今日你我兄弟二人联手，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了定数。停！本想让离霜审时度势站好边，既然苏牧阳敢在本王头上耀武扬威，那可就别怪本王了。玄一客与离霜相交甚笃，所以本王怀疑他就藏身在这将军府之内。你伤我们的人，将军府定会加倍奉还。苏慕丽不是要找我吗？我来了，把他们放了。你想他活，就乖乖束手就擒。敢动我将军府的人，都得死。